泽连斯基下令进攻俄腹地，乌军奇袭俄关键油站，前线俄坦克集体趴窝。敌后开花，阿尔法小组4天摧毁17套俄雷达。圣彼得堡恩格斯基地告急，欧洲出兵，普京迎来噩梦时刻。第19轮制裁来袭，俄经济被彻底踢出世界。匈牙利成唯一不谴责俄军的欧盟成员国。26国联手废匈牙利一票否决权。俄186团被打崩，乌军收复哈尔科夫3块石地。俄春夏攻势失败，损失29.1万士兵，胡塞武装高层被团灭。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想要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俄军对乌克兰居民区的疯狂空袭，迎来了乌克兰和欧盟的终极打击。8月3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听取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的汇报后表示，要对俄境内的高价值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且相关兵力和武器已部署到位。泽连斯基在俄春夏攻势失败的情况下，向俄罗斯发出如此警告，预示着已失去23%炼油能力的俄罗斯，其经济将面临更大压力，甚至是崩溃。值得注意的是，在泽连斯基宣布即将对俄展开新一轮深度打击后，乌克兰多个媒体报道发布了火烈鸟长海王星导弹发射的视频镜头。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此前1天，乌军才使用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沃洛西内村附近的俄军哨所。奥斯特频道最新消息显示，俄军整个哨所被摧毁，6艘气垫船受损，1名俄军士兵丧生，多人受伤。此外，还有一架米8和一架米24直升机被摧毁，可见乌军的打击还是很猛烈的。而此时乌克兰媒体发布导弹发射视频，完全就是想告诉俄罗斯，乌克兰有能力让其付出代价。那乌军新一轮对俄本土纵深打击的目标会是什么呢？不用说，首当其冲的肯定是俄罗斯的能源系统，包括炼油厂、油库、输油管道等目标。俄罗斯幅员辽阔，曾经的能源输出管道是俄罗斯的骄傲，也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如今这些大型管道，包括北极光管道、亚马尔欧洲管道、德鲁日巴原油管道以及支线，都已成为乌军打击的重点目标。紧接着，俄罗斯仅有的3个快速装油和天然气港口，即乌斯季卢加港、新罗西斯克港和图阿普谢港，也成为了被打击目标。有消息称，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石油巨头们，包括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达达石油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索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累计亏损总额已高达7500亿卢布。现在乌军即将进一步加深对俄罗斯炼油厂、油库管道的袭击，加上市场制裁和关税影响，俄罗斯能源收入必将进一步下降。在最新的打击中， ABC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乌军突袭了布良斯克奈托波维奇附近的俄军设施，目标是当地的一个加油站。现场视频显示，该加油站在遇袭后燃起了大火。据悉，该加油站每年都向俄军提供多达1050万吨的柴油，而此次打击将会给前线俄军带来直接影响。与此同时，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另外2家炼油厂，首先是萨马拉州的塞兹兰油厂，该地近期已遭受到了2次打击，它的年加工量达到了700万至850万吨，是俄中部地区最重要的炼油厂，同时60%的油料供应前线。其次是克拉斯达诺尔炼油厂，乌军无人机导致该厂的大火一直燃烧到次日早晨，在远处可以清晰看到不断升起的黑烟，但在俄方的声明中，依旧是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的火灾。最后，乌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往往是和袭击交通系统同步展开的。这不，乌克兰情报总部就和特种部队联手，在打击克拉斯达诺尔地区炼油厂的同时，摧毁了特维尔枢纽火车站的基础设施。据乌方披露，爆炸物被放置在装满燃料的铁路油罐车下方，最后通过远程引爆。当然，对俄本土的打击还不止这些。据乌军事情报部门的最新消息，仅4天时间，其麾下的一支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就摧毁了俄本土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17套防空、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另一方面，乌军大规模的无人机群还打向了圣彼得堡周围。俄频道预测称，还将有乌军导弹来袭，可见俄罗斯第2大城市的军事设施正面临大范围的遇袭风险。还有就是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基地，乌克兰来了一次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因为就在乌军行动前，俄军的轰炸机正在该机场做准备，计划对乌克兰展开空袭，但随即机场周围就传出了数起剧烈的爆炸，这是该机场在1周内的第2次遇袭，具体的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总而言之，乌军这一轮空袭就是对俄军之前轰炸基辅的回应。之所以要针对俄能源设施，想必大家都清楚，俄罗斯经济是非常单一的能源经济模式，其工业体系、高科技产业、金融与制造业都离不开能源经济。乌军只要打残打垮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就能影响整个俄罗斯经济。
打仗脑子一定要活络。想要击败俄罗斯，除了从军事上死磕外，摧毁俄罗斯经济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一旦俄罗斯无法承受高昂的军事预算和能源出口收入下降的局面，那么一切都将轰然倒塌。这可不是火力军吹嘘，从历史角度看，当初的苏联不就是无法承受阿富汗战争的高额军费开支，加上当时国际油价下跌，最终导致解体的吗？如今的俄罗斯与俄国、苏联何曾相似？大家还记得之前提到的俄军事记者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吗？在他的预言中就明确表示，如今的俄罗斯经济形势与1985年苏联改革前夕相似，政治形势则与1917年2月沙皇政权垮台的情形相似，既面临高额的军费支出，还面临北约制裁与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财政赤字正逐年增加，极单一的经济模式能否长期支撑战争正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俄罗斯能源体系被摧毁时，俄罗斯面临的可不仅仅是输赢问题，更可能面临国家生存的危机。纵观历史，经济上的困境往往比军事上的失败能更快地摧毁一个帝国。而如今的俄罗斯，军事上已经打不动，经济上又步履蹒跚。这个关键时刻，乌军又瞄准了俄罗斯能源经济，且要一直打下去，最终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对于俄军空袭摧毁乌克兰居民区和欧洲使团大楼，欧洲方面也没有落后，正制定向乌克兰派兵的具体方案。综合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3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多国正就俄乌战争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一事制定具体方案，以作为对乌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报道援引3名知情外交官的消息称，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冯德莱恩将和德国总理梅尔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人于9月4日在巴黎继续讨论该议题。据悉，这支部队将由欧洲领导，人数可达数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冯德莱恩透露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欧方保证，美国能充当这支部队的后盾，即可能会在指挥控制系统、情报、监视等方面提供相应支援。而在此之前，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探索新融资渠道，为乌军提供可持续资金支持，抵挡俄军的入侵，并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后，继续资助乌方维持可观兵力、现代化装备，以及培训乌克兰军人。和欧盟就鼓励成员国利用1500亿欧元武器采购基金，与乌国防企业开展联合生产，或采购武器赠予乌方。此外，欧洲还准备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据政治新闻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讨论一项全新的方案，即通过直接动用被冻结的俄资产来支持乌克兰。据悉，欧盟准备将近2000亿欧元的相关资金用来重建乌克兰。实际上，自去年开始，北约就已经在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了，由此还形成了用俄罗斯的钱反击俄军的经典场面。不过那时动用的还是资金产生的利息，现在欧洲则计划直接没收本金。与此同时，冯德莱恩还确认称，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方案即将出台。他强调称，俄军这2天对乌克兰的袭击只会强化乌克兰的抵抗决心和欧洲的团结。这2天，俄军先发射600架无人机和31枚导弹，紧接着8月31日又发射142架无人机袭向乌克兰各地，其正试图通过无差别袭击来逼迫乌克兰妥协。而这也是欧盟要直接动用俄资产和加大制裁的诱因。不过，火力军认为，更简单的方式应该是加强援助乌克兰。如今，至少目前，火力军是看不到俄乌停火的迹象。德国总理梅尔茨此前还否认了泽连斯基近期和普京会晤的可能性，可见上个月的美俄峰会，如今看来更像是一场笑话。怪不得月底的时候 ，Axios 报道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退出结束俄乌战争的外交努力，搁你当美国总统，估计也不想掺和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欧盟众志成城援乌抗俄时，匈牙利又跳出来进行阻止。据路透社报道，当欧盟26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共同谴责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大规模袭击，并计划推出更大程度制裁时，匈牙利又站出来唱反调了。8月29日到30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上，匈牙利外长希亚尔多拒绝支持欧盟的一切决定，抨击欧盟委员会变成了乌克兰委员会，警告称欧盟和大多数成员国正在为一场长期的战争而非和平做准备。对于该说法，火力军不敢苟同，因为匈牙利所谓的和平准备就是要求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并投降。而且为此，希尔多还强调称，匈牙利将继续否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开启。可见，匈牙利还是一如既往的阻挠一切涉乌决定。但此举也让匈牙利成为整个欧洲唯一没有对俄军进行谴责的成员国。而这种格格不入，让匈牙利的好日子到头了。要知道，一票否决权虽然很好用，但不是永远有用。在本届欧盟外长会议上，12个欧盟成员国就已开始讨论从一致投票制过渡到合格多数制，以便更快地做出决策，而不受匈牙利立场的约束。如果投票机制变成合格多数制，并扩展到欧盟一切事务，那么匈牙利依靠一票否决制
勒索欧盟的情况将不会再出现。此外，2026年匈牙利即将举行大选，目前最新民调显示，欧尔班所在的亲民盟以37%的支持率落后于匈牙利萨蒂党46%的支持率，86%的匈牙利人支持欧盟，甚至75%的亲民盟支持者也支持欧盟。而欧尔班已担任匈牙利总理15年，2026年匈牙利该改变了。如果匈牙利和欧尔班不改变，那么欧盟一定会改变匈牙利。战场方向，乌军收复哈尔科夫3块失地，俄春夏攻势无果而终。在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乌军同步展开了反攻行动。乌军近期在重新夺回米尔内和索波利夫卡一带后，正不断逼近拉德基夫卡的郊区，收复其周围据点。尤其是这2天的战斗，乌军明显强化了哈尔科夫方向的行动。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对俄军阵地展开了空陆联合进攻。地面乌军开着 BMP-1TS 战车，在米格29投掷密集 ASM 炸弹的掩护下，猛攻俄军阵地。即便途中被俄军火炮波及，但乌军仍在坚持战斗。而苏梅方向，战争研究所的消息称，乌军的反击把在萨德基附近作战的俄军第86摩步团打得溃不成军。目前俄军该团正组织疏散伤员后撤，同时俄军指挥部正安排新部队前来轮换，如俄军第119空降团将增援或取代在尤纳基夫卡作战的俄军部队。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突击部队在被俄军包围的难以反击，成功夺回了赫卢什科夫村，并将俄军赶出莫斯卡利夫卡。与此同时，乌军还开始清除库皮扬斯克地区北部突出部，陆续解放了索波利夫卡和米尔内2个村庄。拉德基夫卡村附近的战斗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南满方向，乌克兰第聂伯罗部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上校报告说，俄军正利用人数优势，试图将乌军赶出谢列布良斯克3年地区的阵地。一名作战的乌军报告说，俄军在该方向正通过摩托车运输兵力，企图在新阵地集结力量发起攻势。但该军官表示，往往参与突击的15辆摩托车中，只有1-2辆摩托车会突破，俄军伤亡颇大。顿涅茨克方向，乌克兰空袭的一架苏27前不久摧毁了一座俄军前线指挥部。现场画面显示，当2枚滑翔炸弹精准命中后，俄军指挥部大楼随即被翻滚的浓烟覆盖，残骸满地，一片狼藉。地面战场，红军村方向，第聂伯罗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上校报告说，乌军正继续清除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俄渗透部队。他表示，乌军已切断了这些俄军渗透部队与其主力部队的联系，一大批俄军士兵被包围，而俄军目前正试图对沙赫夫附近的乌军前沿阵地进行滑翔炸弹和沙赫德无人机袭击，以解救被围困的军。市区方向，俄军在继续进行小规模装甲进攻，但至今无法攻破乌军的无人机墙。如在最近一次行动中，俄军动用1辆坦克、5辆步战车和大量士兵发起进攻，但在乌军无人机打击下铩羽而归，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乌军还突袭了托克马克一带，击毁了俄军的运兵车。当时这些俄军正从罗斯托夫休假归来，还搭载着出租车试图掩人耳目，但还是被乌克兰人识破。初步分析认为，乌军可能发射海马斯火箭弹，精准摧毁了这些车辆，其中还包括一辆 MT-LB 装甲车。从事发现场的爆炸程度看，损失不会太小，详细的数据正在统计中。总之，从苏梅到顿涅茨克，乌军的反击正不断展开，俄军企图快速占领的目标被挫败。目前前线大体上又回到焦灼的对峙状态，所以乌克兰更加不可能在谈判中将这些土地拱手相让。按照这个速度打下去，俄军想要完全控制顿巴斯的目标根本难以实现。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俄军再次被打脸。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8月30日声称，俄军自2025年3月以来夺取了3500平方公里的领土和149个定居点。不过，该说法一经报道，首先就遭到了俄罗斯自家军事博主的驳斥和批评。一些俄军事博主将格拉西莫夫的数字描述为非常夸张，并询问俄罗斯军事指挥结构的哪些人员正在向俄罗斯最高统帅部提供虚假报告。紧接着，8月31日，乌军总参谋部回应俄总参谋部2025年春夏战役结果的报告，称其为谎言，并强调俄军的进攻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乌总参谋部称，俄军在春夏攻势期间未完全控制任何主要城市，并称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损失 29.1 万名士兵、3186辆装甲车、1480辆坦克、10630门火炮系统以及220门多管火箭炮。乌军总参谋部强调，俄罗斯关于占领领土的数字被严重夸大，俄军士兵伤亡超过 29.1 万的说法100%得到证实。俄军在苏梅和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的行动失败，导致俄罗斯陷入僵局。俄乌战争的结局究竟会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战场之外，近来乌克兰最备受瞩目的火烈鸟导弹已经量产。
据经济学人披露，乌克兰的火烈鸟导弹项目于2024年年底才启动的，但目前它已经投入量产。据悉，当时美国曾拒绝提供战斧导弹，这一举动刺激了乌克兰，于是相关团队之后仅用9个月的时间就研发了火烈鸟。该导弹此前很可能已经在战斗中使用，先后击中了俄军的港口或炼油厂，预计每枚成本不到100万欧元。据 Nextday 新闻披露，在美国持续向委内瑞拉海域增兵后，双方的局势进一步升温。而最新消息显示，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被曝正前往委内瑞拉，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核潜艇之一。尽管白宫官方还未公布此事，但相关的举动并不令人意外。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高调朝加勒比海派遣军事力量，其中包括3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洛杉矶级核动力潜艇，空中则有 P8 侦察巡逻机以及4000名美国大兵，而且其中2200名为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则派出防长弗拉基米尔·洛佩斯应对，后者声称已向边境派遣了15000名士兵，并调动了无人机。有相关消息称，此前俄美有消息称莫斯科准备向马杜罗援助沙赫的无人机，但这一报道并没有得到俄官方的证实。在如今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的情况下，他们能提供多大的支持也令外界质疑。不过马杜罗还有奇招，那就是此前提到的450万民兵对抗美军，就是不知道发枪了没有，民兵是否愿意去战斗。因为去年委内瑞拉的大选曾引发广泛争议，不少民众纷纷抗议马杜罗贿选，尽管他自己予以否认，但选举结果始终没有得到北约国家的承认。美国甚至开出5000万美元要逮捕马杜罗。在大兵压境、军舰林地的重压下，马杜罗会如何选择应对呢？以色列第12频道、第13频道、YNET 等媒体称，胡塞武装高层在28日的袭击中被全部消灭，包括总理艾哈迈德·拉哈维在内的12名部长全部丧生。8月29日，也门《犹太日报》和《亚丁日报》称，胡塞武装总理艾哈迈德·拉哈维、国防部长穆罕默德·纳赛尔·阿提菲和总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里姆加马里身亡。亚丁日报还称，以色列8月28日针对也门萨那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50人。据悉，8月2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人在指挥室指挥以色列空军对也门萨那发起精准空袭。在空袭之前，以色列截获了胡塞武装即将在也门萨那郊外聆听该组织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讲话的情报。于是，以色列国防军与内塔尼亚胡协调后，采取了轰炸行动，才有了上述战果。以色列距离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有2000公里远，以军战机、加油机飞到制导炸弹投掷范围内需要2个小时。胡塞武装的会议时间很短，如何精准在时间差内轰炸，这对以色列是个考验。可以色列偏偏做到了。如今，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甚至伊朗高级军政领导人悉数被清除。接下来，中东这一块估计会沉寂一段时间。以色列媒体称，此次行动是以色列迄今为止在也门最大规模的打击，旨在消灭胡塞武装领导层，标志着以色列打击该组织的行动再次升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胡塞武装发动重大袭击，以色列绝不容忍任何危害以色列国的行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警告胡塞武装，凡向以色列动手之人必被清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拒绝承认损失，誓言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后续战事会如何发展？胡塞武装又是否能兑现承诺？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泽连斯基这命令一下，大家认为下一个目标会是哪里？或者说打击哪里才能对俄造成最大伤害？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